只因女孩从小喜欢看书，却惹得爸爸愤怒不已，二话不说过去就把灯熄了，夺过女儿手上的书，毫不留情地撕了。那可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女孩急得不断求饶，可爸爸却不允许她再读这些垃圾，还恶狠狠地按住她的脑袋，硬要她看电视上那无脑综艺。电视里那些毫无营养的节目，让马蒂感到无比厌烦，身旁的家人却看得捧腹大笑。他越想越气，愤怒值逐渐拉满，突然一声巨响，眼前的电视竟毫无征兆地爆了，当场把妈妈吓得花容失色。女孩连忙解释不是她干的，爸爸料她也没那个能耐。可第二天，爸爸就用一辆二手车充当学费，与校长达成了协议，把马蒂扔在学校门口，如释重负般开车走人，却不知道女儿竟是个神童。通常婴儿降临人世都会哭哭啼啼，感叹人间疾苦，而马蒂不哭也不闹，只是爸妈拿他当玩笑，花了一大笔钱，竟生了这么个玩意，气得把他扔在后备箱，也不系安全带，一脚油门让马蒂的人生彻底起飞。主打一个只要爸妈在，不怕没后代，甚至回到家，爸妈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他能长大纯属意外。爸爸是个坑蒙拐骗的二手车商，妈妈是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赌鬼，没心没肺的人根本无暇顾及他。马蒂1岁时就会写自己的名字，2岁就会照顾自己，4岁便能自力更生。一个人在家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动手做饭，还边吃边拿杂志看。很快家里的书就被他看完了，他鼓起勇气请求爸爸给他买书，爸爸一口拒绝，让他去看电视，因为 There's nothing you can get from a book that you can't get from a television faster. Get out of the way. 这一刻，马蒂终于知道，他和家人形同陌路，一切想要的东西都得靠自己想办法。爸妈出门后，他就翻出家里的电话本，在上面找到了图书馆的地址，一个人便找了过去，哪怕距离2公里，也难阻挡求学意。老奶奶见他孤单一人，提出要帮他找儿童书，他礼貌拒绝，自己找就行。老奶奶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思绪万千。只见他选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上慢慢品尝。之后风雨不改我初心，时光难以此真情。这让老奶奶深受触动，分文不取为他办了借书证，同意他把书带回家看。他看完了儿童书籍，又进阶到了经典名著，虽然从中收获了不少知识，但他到了上学的年纪，却始终孤单一人，内心无比渴望能有个同龄朋友。于是跟爸爸提出要去上学，而忽略他成长的爸爸却认为他只有4岁，上什么学？他立马反驳 6.5. You're 4. 6.5. 爸爸不想浪费口舌，拉着他去找妈妈求证。 Here's Pie. How old is Matilda? 4. I'm 6.5, Mommy. 5 then. I was 6 in August. You're a liar. I want to go to school. School. 爸妈都觉得可笑至极，他去上学了，那谁在家接收快递？马蒂的心愿彻底灭了，继续争吵下去也毫无意义。在这个家，他从来没感受到一丝温暖，甚至连哥哥也总是欺负他。他把自己锁在房间，伤心的眼泪滴落在书上，他幻想成为书上的小公主，以此来疗愈自己小小的心灵。第二天，爸爸把这个月卖出的每辆车的利润一一告诉儿子，想将儿子培养为继承人。哥哥连记都还没记完，马蒂就给出了答案。$10,265. 爸爸难以置信，认定马蒂偷看了纸条上的结果，警告他自作聪明的人往往都不会有好下场。说完，拽着他的头发，把他扔进房间反省。他越想越气，利用书上学到的知识，把漂白水倒进爸爸的护发素里。等爸爸洗漱完出来，头上顶着一头白发，妈妈以为见鬼了，吓得把食物倒得满地都是。爸爸连忙去照镜子，难以想象英俊潇洒的自己却变成了这副模样，当场被吓晕过去。爸爸戴上帽子出门，马蒂非要跟着来车间。爸爸教儿子如何将一辆100块的车卖到1万块。首先将强力胶涂在保险杠装上去，等它掉下来的时候，钱已经到手了，往发动机里面倒锯末，这样就能降低噪音。女儿忍不住说爸爸是个奸商，爸爸却说 Of course it's cheating. Nobody ever got rich being honest. 最重要的一点是让里程表往回走。女儿说这样欺骗消费者，恐怕缝纫机都要踩冒烟。爸爸说 Listen, you little wiseacre. I'm smart, you're dumb. I'm big, you're little. I'm right, you're wrong. An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屡教不改，女儿失望透顶，便在爸爸的帽子涂上了强力胶。来到餐厅吃饭，才知道帽子根本脱不下来。妈妈赶紧上前帮忙，使尽所有力气扯烂了帽子，最终人仰马翻。妈妈用剪刀费了好大劲，才把帽子摘了下来。马蒂忍不住笑出声来，爸爸正气在心头，夺过他手中的书，当场将书撕得粉碎。第二天就把他扔进学校，只求眼不见心不烦。虽然眼前是一座破旧的学校，但对于马蒂来说，这比那个没有爱的家庭好太多了。起码在这里，
他不再孤单，还有同学可以一起玩耍，却不知道自己从一个火坑坠入了另一个深渊。只见校长全副武装，身材高大威猛，手持鞭子，令同学们闻风丧胆。有位女生只是梳了2条小辫子，这完全不符合他的规矩。同学们都说女孩凶多吉少，马蒂难以相信。果不其然，校长一把抓住女孩的小辫子，提起来就扔出了校门外。Good luck! Excellent release! 女孩却安全地落在花园里，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望着这片美丽的花海，她的脸上渐渐绽放出笑容，连忙采集几朵最为娇艳的花。回到教室，老师帮她解开小辫子，女孩将采来的花送给老师。这位老师宛如春日暖阳，温暖了无数学生的心灵。和校长相比，简直天壤之别。老师给同学们介绍完马蒂后，便从各位乘法开始提问，同学们迅速给出了答案，老师便提高难度，出了一道2位数乘3位数的题目。同学们顿时瞠目结舌，但马蒂直接说出了答案，这令老师惊讶万分，连忙在小本本上计算答案，竟然正确无误。老师如获珍宝，连忙跑去告诉校长。校长以为老师搞不定这帮学生，所以来请他出山。老师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校长就展现出一系列对付学生的强硬手段，随后就把老师赶了出去。校长仍气在心头，拿起一大把飞镖就往贴满学生照片的盾牌扎去。校长是指望不上了，老师只能上门家访。爸爸第一句就说，孩子不买辅导资料，也不上辅导班，更不会出钱参加什么旅游，想从他这刮钱门都没有。老师解释了很久，爸爸才同意放他进来。老师告知家长马蒂聪慧过人，加以培养，前途不可估量。可爸妈都不相信，也不在乎，甚至妈妈还嘲笑老师读书毫无用处，像他这样衣着光鲜，要什么没有。爸爸也表示，身为一个奸商，自己从没上过学，如今别墅几栋，吃穿不愁。老师无语地说 Don't sneer at educated people, Mr. Wormwood. If you became ill, heaven forbid, your doctor would be a college graduate. Or say you were sued for selling a faulty car. The lawyer who defended you would have gone to college too. 一提到律师，爸爸顿时恼火了，认为老师这是在诅咒他。老师识趣的离开，临走前还给马蒂留下了一本书。远处的马蒂轻声细语的给他致谢。然而第2天，校长的车出现了问题，突然冒出阵阵白烟。马蒂的爸爸竟敢卖给他一辆烂车，他火冒三丈，务必要负债女偿。逮住马蒂就把他关进了小黑屋，然后来到教室张牙舞爪，表示跟他作对的同学都得关进小黑屋。老师这才发现马蒂不见了，自作主张来到禁闭室，将马蒂放了出来，直接带马蒂回到了教室，却发现校长拎着一个男生向他展示自己的威严，警告老师下不为例。有一天，老师带马蒂回家吃饭，途中路过校长居住的地方，房前杂草丛生，宛如一片被诅咒的荒野，弥漫着绝望与苍凉。老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这房子以前住着一个快乐的女孩，但女孩2岁时母亲离世了，她的父亲是位忙碌的医生，于是请了母亲的继姐来帮忙照顾女孩。然而这位姨妈心术不正，时常打骂女孩。2年后，女孩的父亲自杀身亡。马蒂根据这些线索推断出，女孩就是老师，那个恶毒的继姐就是校长。老师的父亲没理由要自杀，而是校长所为，只为霸占老师家的财产。老师从小被校长打压，不敢奢望夺回财产，如果能拿回母亲送的洋娃娃以及父亲的一张照片，这就足够了。马蒂硬拉着老师来到别墅前，找了个地方躲起来。等校长离开后，他独自一人冲进了别墅。老师在担心与无奈之间，选择了不再犹豫，跟着马蒂进了别墅。没想到校长的烂车又冒白烟，而这次直接罢工了。在前进与后退之间，他选择了原地掉头。然后推车回别墅。老师看到童年时喜欢吃的巧克力箱，里面装满了巧克力。马蒂叫他吃一颗回味一下，可他害怕被校长发现，始终不敢动一下。在楼上，他们找到了那个洋娃娃，老师刚伸手去拿，楼下便传来校长的声音，吓得2人赶紧分头躲了起来。校长却往马蒂那边找了过去。为了救马蒂，老师拿起铅球就砸，试图把校长吸引过来。可马蒂却碰倒了杂物，发出激烈的声响。校长一个急刹，便沿着声响追了过去。当校长冲进厨房，女孩已经躲了起来。她环顾一周，发现只有餐桌底下是唯一能藏人的地方，而马蒂正好躲在这里，眼看着就要被校长发现。
老师用大门制造声响，伪装成逃了出去，想把校长吸引到外面，给马蒂争取时间。可校长的鼻子比狗还灵，闻着味道冲到了楼上，老师却从2楼的小通道来到了1楼的厨房，总算带着马蒂逃了出来。校长气得不行，折腾了半天人影都没见着，一铅球就把雕像干得粉碎，吓得躲在旁边的2人大气都不敢喘。校长怒气冲天的回了别墅。经历这次虎口逃险，老师语重心长的告诫马蒂，以后绝不能再来这里。马蒂向他保证。回去的路上，马蒂的目光又扫向了那栋别墅，似乎在寻找突破口。回到家，马蒂就被爸爸臭骂了一顿。他偶然发现，爸爸骂得越凶，他的超能力越强。他终于领悟到了如何掌握这股神奇的力量。通过不断的训练，他完全可以用意念去控制任何想要移动的物体。他信心满满又来到了别墅，依靠他强大的超能力，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洋娃娃。可头上的发带却不小心留在了那里。第二天，马蒂把洋娃娃交给老师，还有2颗巧克力糖。老师感动不已。这时一阵白烟出现，校长来了，得意洋洋地对老师说：“你们班今天我来上课。”老师怕得手忙脚乱，而冷静的马蒂却问老师父亲叫他的小名以及校长的小名。得到了这些信息，马蒂想到了主意，并向老师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让老师放100个心。校长当着师生的面，一脚就把几张书桌踹到了教室的尽头，以此来彰显他的威严。他拿出发带，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用脚踩完，还吐上口水。如果不供出昨天谁带了这条发带，那么全班同学都要受罚。而第一个就从马蒂开始。老师立马急了，对校长说是自己干的，但毫无作用。他今天非得扒了马蒂的皮。马蒂哪能忍他，立即发功，一边控制灯光和窗户，一边用粉笔在讲台上模仿老师父亲的亡魂向校长讨债，把校长当年干的坏事公诸于众。几个粉笔刷朝着校长飞来，轮流不停敲击他的脑门。这一狼狈场景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心中有鬼的校长当场被吓晕过去。马蒂这才解除了超能力，让阳光重新洒进教室。然而校长以为蒙骗过关，立即站起来，抓住一个男孩，高高举起，直接扔出了窗外。马蒂再次施展超能力，把男孩接了回来。男孩对着校长就是一掌，把他打趴在地球仪上。老师示意马蒂转动，马蒂心领神会，让地球仪越转越快，把校长甩飞出去，狠狠地砸在地上。他晕头转向地站了起来，心中仍不服输，朝着一个女生扑了上去。马蒂又施展超能力，将女生高高升起，使校长扑空撞墙。同学们闻讯全都出来看热闹，看着校长那落魄的样子，也都纷纷拿出零食朝着校长扔了过去。校长拼命冲出人群，开着那辆老爷车落荒而逃。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回过学校。老师终于搬回了别墅，前面开满了朵朵鲜花，还有青青草原，一片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马蒂成了这里的常客，常跟老师探讨人生的意义。可父母突然找了过来，因为干了太多缺德事，被警察盯上了，必须马上带马蒂离开，去别的地方安家。老师万分不舍，却又无可奈何。马蒂不想跟父母走，竟提出让老师成为他的监护人。老师立即表示1万个愿意。父母觉得这样也好，又帮他们解决了一个麻烦。马蒂从书包里拿出4岁时就已经写好的领养文件，父母果断签字，没有一丝挽留。这就是身为父母第一次答应女儿的事，也是最后一件事。从此2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老师也当上了校长，孩子们都不舍得离开学校，而马蒂也找到人生的乐趣，尽情和新妈妈分享这一份珍贵的快乐。马蒂的故事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百态与人性复杂。他的父亲重利轻教，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将马蒂的所有努力视作垃圾，毫无父爱可言。他的母亲沉迷享乐，目光短浅，对马蒂的成长漠不关心。学校的校长，这个用飞镖扎学生照片来发泄怒火，彰显权威的狠人，将自身的权威建立在学生的痛苦之上，完全将学校变成了一座令人恐惧的牢笼。即便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马蒂却如寒冬中的腊梅，傲然挺立。他用稚嫩的双肩扛起命运的重压，以英勇无畏的心穿越生活的荆棘。那被父亲撕碎的书籍，无法阻隔他对知识的热切向往；那冷漠无情的家庭，难以摧毁他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曾经那荒芜寂寥的别墅，现今繁花盛开，缤纷绚烂；曾经那个孤独无助的女孩，如今笑靥如花，明艳动人。我对马蒂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当他在老师那里感受到爱，体会到家的温暖时，他果断地做出抉择，坚决不随父母离开，而是渴望老师收养自己。一个年仅6、7岁的孩子，早在4岁时就准备好了领养表格，这既令人为他所遭受的苦难感到心痛，又不禁对他内心的强大肃然起敬。其实我们大多数原生家庭中未解的心结，往往源于沟通的匮乏、理解的缺失以及关爱的不足。父母应当全心全意地陪伴孩子，而非敷衍了事。唯有真心陪伴，才能让孩子真切感受到爱与温暖，为孩子的成长撑起一片明媚天空。我是大林，我们下期见。